我掐指一算，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做过开箱视频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连开3个箱子，而且还都是跟吃有关系的。这是3种我听都没听说过的野果子。这个最大的盒子里面装的叫做8月瓜，但是现在都9月份了，还能不能吃啊？然后中间这个盒子里面装的东西叫做姑娘果、油甘果，一共就是这3种野果子，我都没有听过，更别说吃了。先从这个油甘果开始，就是这么多了，1.5斤。这个果子看着挺熟悉的，好像是吃过，但是从来不知道这个叫油甘果，又好像没吃过。可能这些野果子长得都差不多吧。洗一下，这里面的坏果还是非常多的，刚刚差不多挑出来了1/3的坏果，尝一下。非常的酸，非常的涩。一大口咬下去的时候又非常的苦，不过当你完全咽下去之后，你的口腔里面好像会有一点这种甜味，甘甜甘甜的感觉。那我就不多吃了，下一个，这个是姑娘果。说实话，姑娘果这3个字我是真的没听过，但是这个果子我是吃过的呀。我相信大多数人小时候都吃过这个果子吧，就是像一个灯笼一样，这个果子就包在这个灯笼里面。不过它这个果子要比我们小时候吃的大多了。那这个就不用洗了，我来尝一个。哇，这也太大了，这么大一颗。说实话，我尝到这个味道，我有点想哭哎。这真的是童年的味道，它这个甜味在嘴巴里面散开之后，这个感觉就像是你阔别了10几年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突然回到了你的面前，就是这种感觉。虽然它这个果子比我们小时候吃的要大非常多啊，我估计要大个2-3倍吧，但是它的味道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而且我一直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吃的这种野果子竟然有一个这么文艺的名字，叫做姑娘果。这个味道好像就把我带回了小学3年级的那个暑假，一群小伙伴顶着烈日在农村小道边愉快的玩耍。好，接下来我们来试吃最大的这箱8月瓜。我就拿一个出来啊！哇，这个从外表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土豆，一个紫色的土豆，但是它这个都已经裂开了，好像闻不到特别重的味道。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是裂开的地方。这个东西就非常的陌生，我连见都没见过，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吃的。我来搜一下，原来就是吃里面的这一坨肉，里面这一坨。我本来以为这个皮也是可以吃的，因为它这个皮肉质看着非常的晶莹剔透，非常的饱满，但是这个是不能吃的，只能吃里面这一坨肉。而且刚刚我讲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而它叫做8月瓜，是不是到9月份就不好吃了呢？但是我发现我错了，8月瓜说的是农历8月，就是说它在农历8月是吃它的最好时节，就是现在。看掰开之后这个果肉像什么东西，我来尝一下。是那种淡淡的香甜味，但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里面的籽太多了，我根本就来不及去品尝它这个果肉的质感，全程都在用舌头去把这个籽分离出来。看一下这里面黑色的全部都是籽。这个野果也太贴心了，它连这个吐籽的容器都给你准备好了，看到没有，一个果实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籽。那总的来说味道还是挺不错的，就是那种淡淡的香甜味，好像也没有更多的味道了。就是这个吐籽太麻烦了，就享受不到那种大口吃水果的那种快感。那这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姑娘果。说真的，如果你们小时候如果吃过这个姑娘果的话，然后你中间有非常多时间没有吃过，现在你尝一口这个味道，真的会给你带来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味道也是比较独特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水果跟它的味道差不多，而且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小时候才喜欢吃这东西，好像大人都不怎么喜欢吃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味道就基本上就藏在我们童年的记忆当中。当你在成年之后再吃一下这种只在小时候吃过的味道，真的会把你的思绪带回到你的童年去。好吧，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